老人将绳子的一头拴在了树上，接着走入车内。他将绳子的另外一头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待调整好松紧，他若有所思地看了一眼窗外，紧锁的眉头突然舒展开来，接着踩下了油门。随着汽车沉入湖中，汽车的尾部贴着一张车贴：肖申克监狱。同事和亲人都非常想不通，作为肖申克监狱的典狱长老雷，为何如同前3任典狱长一样，在即将退休的这一天结束自己的生命？最诡异的是，老雷被勒断的脑袋至今也未找到。新来的典狱长金姐却没想这么多，一心只想着扩大监狱的规模，增加收益。看着人满为患的监狱地图，他突然注意到那块空置了快30年的 S 区。金姐派狱警米奇去巡查这片废弃的区域，地上居然有一串新鲜的脚印，顺着脚印走到尽头，是一扇紧锁的大铁门。米奇打开了铁门，铁门后面是一个旧水箱。米奇将水箱打开后，深不见底的水箱传来阵阵恶臭，无比恐惧。米奇本欲就此离开，却不小心将口袋的笔记本掉了下去，他只能硬着头皮来到水箱底部。米奇用手电筒环顾四周，水箱的角落有一把凳子、一本书，还有一个满是新鲜烟蒂的铁皮罐子。手心冒汗的米奇继续前行。米奇和同事再次进入水箱，将这个眼神空洞、形容消瘦的小伙救了上来。金姐拿着残余的烟蒂仔细比对，正是前典狱长老雷抽的品牌。下属查询了小伙的资料，这个名叫小白的男孩记录良好，甚至连闯红灯的记录都没有。金姐眉头一皱，前任典狱长将无罪之人囚禁监狱数年，这无疑是天大的丑闻，就连赔偿金也够肖申克监狱吃一壶。面对狱警的质询，这个名叫小白的男人一言不发。金姐决定亲自出马，在他的软磨硬泡下，小白终于吐露出一个名字。狱警们不淡定了，城堡岩的居民几乎无人不知这个名字。10多年前，11岁的亨利在零下40度的冬天消失在野外11天。这种气温下，人类在野外基本活不过1个小时。就在警方放弃搜救的时候，小亨利却毫发无损地出现在冰冻的湖面。对于这11天的记忆，小亨利却全部丢失。亨利的养父也因为出外搜寻亨利，被严寒冻伤，最终不治身亡。在亨利背上害死养父的骂名后，离开小镇的亨利成为了一名死刑犯律师。金姐认为，小白喊出亨利的名字，明显是想亨利为自己做辩护，争取巨额的赔偿。他和2当家商量，将小白和一个有暴力倾向的变态重刑犯关在一起，借重刑犯之手做掉小白。在听到典狱长无耻的阴谋后，米奇偷偷将小白的情况告知了亨利。还没等亨利得知自己身份，他就将电话挂断。小白似乎也没有这么简单。监狱里一只老鼠爬到了小白门外，小白看了看老鼠，又看了一眼角落的捕鼠夹，老鼠居然掉过头来，自己走到了捕鼠夹上。狱警正盯着监控，一只苍蝇居然飞进了咖啡。等他再抬头，牢房里的囚犯竟然凭空消失。他仔细一看，监狱的房门自动为囚犯小白打开。小白走向了角落的摄像头，似乎在直视着监视器前的狱警米奇。米奇慌了神，他定睛一看，监视器里尸横遍野，自己的同事浑身是血倒在地上。米奇按下警报，拿着手枪冲了出去。可他出来却发现监狱一切正常，同事的尸体也全部消失了。What the fuck are you doing? Are you fucking crazy? 原来刚才的一切都是米奇的幻觉。房内的小白也无比淡定，似乎这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典狱长金姐为了害死小白，把一个有严重暴力倾向的罪犯和小白关在了一起。这名恶霸像饿狼一般看着小白。不出意外，这名恶霸出了意外。第2天，恶霸被横着抬出了牢房。尸检结果表示，恶霸的5脏6腑都出现了大量的癌细胞，此人居然死于癌症。律师亨利决定将小白救出监狱。多年后，他再次返回了故乡城堡岩。当年的邻居依旧把他当作害死父亲的杀人凶手。亨利找到了典狱长金姐，金姐却表示监狱根本没小白这号人。接着将亨利请出了办公室。Man got rid of the death penalty 150 years ago. How'd you know I work capital cases? Sorry? I didn't say I work capital. 亨利明白，金姐肯定是知道自己要来，暗中调查过自己的身份。在走出监狱的那一刻，狱警米奇和亨利相互对视了几秒。亨利瞬间明白，那个打出匿名电话向自己求助的就是米奇。晚上，亨利找到了米奇，他决定向州长去申请保护令，以此拯救小白。米奇早就对狱中虐待囚犯和典狱长的作奸犯科愤愤不平，难怪肖申克的救赎中，安迪不顾一切的要逃出这个监狱。亨利找到退休的治安官艾伦，艾伦告诉亨利，小镇之前接连发生各种诡异事故，可随着前典狱长老雷将一名男孩关了起来，小镇就恢复了祥和宁静。他本以为小镇藏着一个恶魔只是比喻，但他现在知道了，恶魔就是那个男孩。艾伦接着告诉亨利，他曾经找过现任典狱长金姐，并警告他千万不能将那名男孩放出去，但信不信就自己就无法决定了。第2天，亨利装成神父去监狱传教，以此接近小白。
狱警米奇趁机将小白推到了户外，亨利隔着铁丝网顺利见到了小白。然而不久后，小白就被狱警拉了回去。亨利趁机拍下了小白样貌，并去警局查询资料，然而依旧一无所获。在这里，亨利偶遇了因购买违禁品被抓的邻居小丽。亨利将小丽保释了出来，他却不知道当年让自己饱受骂名的养父之死和年幼的小丽就脱不了干系。零下40度，一个少女诡异的赤脚走过雪地，她来到邻居亨利家门口，熟练地摸出了大门的备用钥匙。女孩来到重症的亨利养父面前，毫不犹豫地拔掉了亨利养父的呼吸管。少女名叫小丽，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她发现自己居然有通灵的能力，甚至能读到邻居亨利的想法。她将亨利叫到家中，直言不讳地告诉亨利：“我知道你的父亲经常虐待你。”听闻这话，亨利看向窗外的父亲，胸中似乎攒满了愤怒。小丽似乎也有所感应，攥紧了拳头。当天夜里，养父带着亨利去森林里，睡梦中的小丽似乎身临其境，感受到了亨利的恐惧与不安。她在温暖的房内吐出了寒气。这一刻，他似乎与亨利同在室外。随着亨利在树林消失，警方整整11天没找到亨利。养父也在搜寻亨利的途中掉下悬崖，摔成重伤。小丽认为，如此寒冷的天气，亨利肯定被活活冻死。为了替亨利报仇，他拔掉了亨利养父的氧气管。亨利却神奇的在消失11天后再次出现，并丢失了这11天的所有记忆。随着亨利离开小镇，小丽似乎再也听不到亨利脑中的意识，但梦魇一直陪伴着小丽。她经常梦到亨利养父的鬼魂，也经常能听到他人心中的声音。多年后，小丽在狱中遇到了成为律师的亨利。亨利将小丽保释了出来。在得知小丽今天要接受当地电视台的采访，他将小丽送到了电视台。多年之后，亨利脑中的意识再次传入小丽脑中，全是关于小白被关在地下牢笼、非法监禁和自杀的前典狱长老雷等事件。镜头前的小丽终于不受控制，将亨利脑中的这些记忆一五一十的全部说了出来。随着这些事情被电台直播出去，典狱长彻底慌了，他拿出30万美刀，希望亨利劝说小白签下保密协议，以此息事宁人。亨利以金额太少拒绝了典狱长的请求。他在狱中见到了小白，但小白对自己出狱之事毫不关心，甚至开始关心起亨利，并询问起亨利的年纪。小白问了亨利一个奇怪的问题，这瞬间唤起了亨利儿时的记忆，因为当年他在树林离奇走失的那一晚，养父就问过同样的问题。亨利觉得这个浑身是谜的男孩很有可能与自己当年的失踪案有关，他决定先从自己的离奇失踪查起。亨利调查发现，自己的失踪似乎和一个叫文斯的男人有关，此人就住在自己的老宅1公里远。亨利驱车来到文斯的家中，门口的一个狗笼引起亨利的注意。亨利依稀记得自己儿时失踪的11天，似乎就被关在笼子里。就在此时，房子的主人回来了，此人正是文斯的弟弟。老人表示自己和哥哥从未养过狗，门口的狗笼也不知为何存在。亨利怀疑自己当初就被关在了这个狗笼里。得知亨利的身份后，老人给了一大堆亨利当年失踪案的卷宗，卷宗上的警官签字正是当年第一个找到自己的治安官艾伦。面对亨利的质询，艾伦终于说出了实情。当年他的养父在弥留之际，用最后一丝力气写下一句话，自己就是被亨利推下了悬崖。艾伦在亨利母亲的授意下，故意弄丢了卷宗，编造谎言，让警方不会怀疑是亨利行凶杀害养父。亨利瞬间被这一切击垮，他无法相信这一切。思考再三后，亨利打电话给狱警米奇，他决定接受典狱长的和解请求，离开这个令自己伤心的小镇。米奇本来还希望亨利能扳倒典狱长，因为典狱长的不作为，监狱里的囚犯天天遭受到狱警的非人对待。在失去希望后，米奇陷入疯癫，他拿起手枪走出门外，枪口对向了自己的同事。米奇告诉亨利，他要出庭举报典狱长。待亨利回过神来，米奇已经倒在了血泊中。这一切究竟是米奇精神失控，还是源于和小白的那一次击掌？一切不得而知。米奇枪杀同事的事情上了大新闻，小白被非法监禁的事情也成为了小镇头条。迫于压力，典狱长金杰只能让亨利把小白接了出来。亨利将小白暂时安顿在邻居小丽的工作室里。半夜，小白突发奇想，走在了大街上。一户人家传出的生日歌吸引了小白的注意力，他悄无声息地推开房门，坐在了这户人家的走廊上。房内温馨愉快的气氛突然画风突变，这对夫妻毫无征兆地争吵起来。随着房内的争吵变成了女人的哀嚎，小白诡异地爬上了这家人的房顶。亨利的母亲大翠在丈夫死后一直和治安官艾伦在一起生活。艾伦一直默默地照顾着老年痴呆的大翠，他经常莫名地对着空气说话，精神也有些不正常。在这名老治安官艾伦的退休典礼上，现场熙熙攘攘的掌声以及嘈杂的谈话声和狗吠声，让亨利的母亲大翠变得格外的焦躁。她默默地走到桥边，竟然直接跳了下去。好在亨利及时跳河，才将母亲救起。小白的出狱再次让这个小镇怪事连连。治安官艾伦在无线监控中发现了小白，他实在无法理解这个恶魔一般的男孩怎么被放了出来。艾伦把小白叫到了小树林，回想起27年前第一次遇到小白，他拦下了一辆车，在车辆的后备箱第一次见到这个男孩。27年过去了，这个男孩的外貌却没有一丝改变。艾伦举枪对准小白，问他究竟是不是恶魔。小白2句话就让艾伦放下了手中的枪。艾伦有些迟疑，想到老年痴呆越来越严重的大翠，又想到今天白天退休典礼上大翠精神疯癫地跳入河内，他放下了枪，不管眼前的男人是不是恶魔，只要他能挽救大翠就好。
艾伦按小白的要求找回了典狱长老雷自杀时驾驶的那辆车，本以为这样小白就能帮助大翠，小白却面露凶光地告诉艾伦，之前的典狱长将我关了27年，我已经让他自杀付出了代价。你当年在老雷的后备箱看到我时，为什么不将我解救出来？我要让每一个将我关进笼子里的人付出代价。看到小白手上的鲜血，艾伦察觉出不对劲，他立马冲进了屋内，地上一片狼藉，心爱的大翠也不见了踪迹。艾伦跑到屋后的仓库，等来的不是爱人的拥抱，而是埋伏在这里的大翠。大翠认为是小白要迫害自己，一枪命中了冲进来的男人。等他回过神来，艾伦已死在了自己面前。这是一盆存了27年的指甲盖，而这是一盆存了27年的烟屁股。指甲盖属于眼前的男孩小白，而烟屁股是典狱长常抽的香烟。也就是说，典狱长将小男孩囚禁了整整27年。27年来，典狱长老雷第一次触碰到小白的皮肤。几天后，他就中邪一般将绳子拴入树上，直接用车勒死自己。律师亨利将小白接出监狱，并准备将小白带回自己的养母大翠家中。大翠多年来饱受老年痴呆的折磨，她一会能看到幼年的亨利，一会又能看到一个神秘的白衣男子。她的言语和行为，以及对自己的熟悉程度，像极了自己死去的丈夫大山。她经常分不清过去还是现在，回想起大山过去的种种。当年丈夫大山还健在时，她其实已身患脑瘤。这天回家，大翠发现自己的狗不见了。大山告诉大翠，是狗自己跑出去走丢了，但大翠却在垃圾桶之中找到了一盒毒药。大翠明白是丈夫毒死了自己的爱犬，可当她在睡梦中醒来，心爱的狗狗又站在了自己的床头。现实与过去，真实与幻境，让大翠彻底陷入了疯癫。大翠依稀还记得，大山生病后曾带着养子亨利和自己去森林里野炊。大山一直认为自己脑中的声音是上帝的声音，他用手枪对准自己的脑袋。就在扣下扳机的那一刻，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大翠明白这根本不是什么上帝之声，就是脑瘤带来的耳鸣。大山不以为然，经常带着小亨利去森林里，逼着小亨利去倾听所谓的上帝之音。得知事实后，大翠责备大山怎能半夜带着孩子在零下40度的晚上去那么危险的地方。随着大翠的回忆结束，他看到了亨利带回来的这个男人。大翠再次陷入癫狂，是自己能穿越时间，还是小白穿越时间找到了自己？半夜，小白找到大翠，言语交谈间，大翠感觉小白就像被前夫大山附体一般，言行举止甚至对自己的了解程度都和大山一模一样。大翠感到害怕，她不想眼前这个男人迫害自己的养子亨利，她躲进了浴室，而小白也摸索着走了过来。大翠一刀扎伤了小白，接着她捡起一把手枪，跑进了屋后的仓库。没过多久，一个男人冲了进来，小翠以为是小白，慌乱中开了枪。待她回过神来，才发现倒下的是自己的爱人艾伦。亨利将小白带到了精神病院，小白刚走，一只乌鸦就从天而降，摔死在亨利面前。亨利望着小白发呆，面前之人到底是什么牛鬼蛇神？回想种种怪异现象，亨利决定去当年消失的那个树林查看一番。他在树林里遇到一白一黑的两人，为首的黑人告诉亨利，我一直在观察你，发现你在寻找真正的自己和过去的记忆，只要进入我设计的这间隔音间，就能听到你父亲所说的上帝之音，也能找回你11岁丢失的记忆。亨利将信将疑地走了进去，就在此时，黑人突然把门关闭，并立即上锁。亨利慌乱之际，一种从未听过的声音涌入亨利的耳朵，震得亨利撕心裂肺。过去的回忆若隐若现，亨利似乎想起了什么，又似乎全部将其忘记。另一边，和亨利有着心灵感应的小丽感受到了亨利的危险，她跟着感觉走，终于找到了亨利。待小丽将亨利救出，却没发现关押亨利的黑人已死在了旁边。警察发现了死去的黑人，他们在现场发现了亨利的指纹和 DNA。因为同伴白人小哥的证词，警方将亨利关进了肖申克监狱。而在另外一边，走到哪出事的小白引发了精神病院大火，他也被警察关进了监狱。机缘巧合之下，两人关进了同一间牢房。在这里，两人终于要揭秘各自的身世秘密。因为嫌弃小孩哭声太大，母亲直接掐住儿子大山的咽喉，直到大山没有声音，他走出房外。可过了一会，因而大山又活了过来。从这天起，大山坚信上帝给了自己第2次生命，成为了最虔诚的基督徒。某日，一个黑人小孩闯入了大山的家中，他称呼大山为爸爸，还说自己终于听到了上帝之声。黑人小孩把大山的爱好、兴趣以及一些生活细节说得栩栩如生。大山相信了这个男孩所说，转身却用迷药将其迷晕过去。大山认为是恶魔附身了这名小男孩，才会对自己的过往如此了解。他单独建造了一个牢笼，将黑人小男孩关押了整整27年。某一天，大山走入森林，用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大山的死讯传到了他的亲生儿子亨利口中。大家应该明白，这个亨利是另一个平行世界的亨利，是大山和大翠亲生的小孩，我们就叫他白亨利。白亨利回到老家城堡岩，处理大山的身后事。他来到地下室，推开一扇暗门，才发现了父亲埋藏多年的秘密。白亨利翻看父亲大山留下的录音，才知道父亲将这个无辜的小男孩整整关了27年。白亨利和邻居小丽来到警局，他们问起小男孩的名字。Matthew Deaver。
就在此时，小男孩又出现耳鸣，不停的要大山带自己去小树林。小丽安抚起小男孩的情绪，接触的那一瞬间，他感觉到另一个时空在自己身上发生的故事。小丽和白亨利带着小男孩回家，路过一个铁道口时，小丽猛踩油门甩开跟在身后的警察米奇，接着带着白亨利和小男孩跑进了小树林。小男孩在一个地方停了下来，随着小丽触碰小男孩的那一刻，他似乎进入了另一个时空。在后追捕的米奇向天鸣枪，却莫名击中了小丽。奄奄一息的小丽让白亨利跟着小男孩，白亨利一路追赶，似乎也穿越了时空。这一次，他来到了黑亨利的平行世界。在森林里迷路后，白亨利遇到了肖申克监狱的典狱长老雷，他被老雷弄晕关进了地下室，而这一关就是27年。某日，老雷摘下手套触摸到白亨利，第二天他就像着了魔一般，走进了那片小树林，用绳子活活勒死了自己。被关押了27年的白亨利终于被解救了出来，奈何他像柯南一样，走到哪里就死人，又再次被关进了牢房。当年那个带他走入小树林的小男孩早已长大成人，机缘巧合下，他再次和成年的黑亨利关进了同一间牢房。凶神恶煞的狱霸看着新来的小白脸，他们却不知道面前这道铁栅栏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狱霸不停地挑衅着这个小白脸，他们不停地奚落嘲讽白亨利，白亨利只是看了他们一眼，气氛突然有了变化，狱霸们就开始争吵互殴，就连赶过来的警察也被夺走了武器。一时间监狱如同人间炼狱，死的死，伤的伤，警察与囚犯的扭打中，钥匙掉在了白亨利面前。白亨利捡起一把手枪，逼着黑亨利来到那片小树林。儿时的回忆再次涌现黑亨利脑中，11岁时养父大山就是逼迫自己来这里聆听所谓的上帝之音。面对父亲的一次次追问，黑亨利撒谎听到了那个声音。大山一眼拆穿了黑亨利的谎言，他告诉黑亨利回去就将他的养母做掉，再也没人能阻止他聆听上帝的声音。亨利被吓坏了，眼前的养父俨然已成为了怪物，他夺路而逃，冲进了树林里，一直跑到了悬崖边上。黑亨利踩着自己的脚印原路返回，接着躲了起来。大山以为黑亨利跳崖，呆呆地站在悬崖边。就在此时，黑亨利冲了出来，他一把将大山推了下去。突然，黑亨利的耳朵开始耳鸣，竟然原地消失，穿越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里，养父大山所生的小孩并没有早早的夭折，他们的亲生儿子白亨利顺利的长大成人。黑亨利找到这个世界的养父大山后，却被当成怪物，活活的关在了地下室27年。待大山去世后，白亨利将黑亨利放了出来，他再次来到小树林，将白亨利带回了自己的世界。随着回忆结束，黑亨利趁白亨利不注意，一把抢过了他的手枪。1年过后，生活回归平静。黑亨利来到肖申克监狱的地下室，见到了老朋友白亨利。他再次回到了那个关押他27年的牢笼。白亨利意味深长地提醒黑亨利，想想上一个关押我的是何下场。黑亨利没有多说什么，离开了这里。全剧中对于本剧白亨利的身份有2种不同的解读。第一种比较直白且容易理解，就是黑亨利在小树林穿越，并将白亨利带回到自己的世界。而在网上我也看到过另外一种解读，或者白亨利真的就是恶魔，那些与他有肌肤接触过的人都被他影响到意识，并激发内心最深的黑暗。比如米奇在监狱发疯杀害同事，监狱的纹身男一夜之间患癌死亡，4口之家的生日之夜变成了父亲的一场杀戮。在黑亨利离开肖申克监狱的那一刻，白亨利露出诡异的笑容，是否他也蛊惑到了黑亨利？这也是编剧斯蒂芬金的高明之处，让观众有各种猜想的可能。